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到访苏格兰爱丁堡，举行加冕感恩仪式。我认为它算是一个新旧融合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那非常糟糕的例子就是它可能我不知道台北吧。Manchester United always come out to the same song. It's called "This Is the One" by the Stone Roses. 我们来到了这个 London Euston 车站，那这也就表示欢迎各位来到伦敦。好，那现在时间我们就来一个简短的 room tour。他们的浴室首先是马桶、洗手台，然后呢还有淋浴间，没有门儿，没门儿。然后呢，它的门是这样子的，超级酷的，有没有？这样子关起来的。OK。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底下有一个冰箱。那这一次东西我们已经喝了一些了啦哦。那终于不用收钱了。然后再来这边是保险柜，然后还有一些饼干、热水器什么的。然后我们刚刚去 Tesco 买了一瓶2公升的水，只要75 penny， 赞啦！双人床，然后那边是我的沙发床，东西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我今天一样是沙发床。好了，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再见，晚安。我的枕头在这里了。Hello， 大家好，第一名。今天是我们在欧洲的第5天，也是我们在伦敦的第2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前往这个相信不知道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听过的大英博物馆，因为它确实是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东西全部都挖过去了。今天我们就准备搭他们的 Underground 前往这个忘记什么站了，那没关系，我们就出发 ，Go。阿卡。装备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这些被偷的，我是说呢，惊奇的文物吧。Go。好，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大厅里面。那我们刚刚看到它这边是分成总共3层，那我们现在是在中间层的 ground floor， 我们就先去看一下最著名的这个古埃及哦。对 ，OK，Go。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自1759年1月15日起正式对大众开放，是世界上首个国家博物馆。而馆内现有的800多万件藏品，大多因馆内空间限制未能公开展出。埃及和苏丹馆
从汉斯·斯隆爵士的160件埃及文物开始，至今大英博物馆收藏了超过10万件埃及古物，仅次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这些文物展示了尼罗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至今的文化，主要从早王朝约公元前1万年开始，直到科普特时代公元12世纪，横跨约11000年的历史。而埃及和苏丹馆还拥有与埃及学和努比亚地区研究有关的重要档案。最后，大英博物馆共有7处埃及展区，其中埃及馆2楼的展区展示了140具木乃伊和棺材，大部分藏品皆是来自墓葬或与亡灵崇拜相关的背景。目前为止，仍然是博物馆最热门的区域之一。地面层的4号展区主要展示的是古埃及的雕像，而苏丹、伊索比亚和木乃伊相关的文物则主要集中在3楼的61到66号展区哦。大家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记得不要跑错哦。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地面层6到10号，以及3楼42、43和52到59号的中东展区。大英博物馆拥有约33万件中东展品，是除了伊拉克以外，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美索不达米亚古物收藏，其中包含亚述、巴比伦和苏美文明。这些藏品代表了古代中东及其邻近地区的文明发展，也涵盖了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安纳托利亚、高加索、中亚、部分叙利亚的圣地、腓尼基和地中海地区从史前时期至今的发展，也包括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历史。地面层的4个展区主要收藏亚述文明相关的雕像和文物，而3楼的展区则主要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其他中东地区文明的宗教和文化有关。在这之后，我们到达了地面层12到23号以及3楼69到73号展厅的希腊和罗马馆。大英博物馆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全面的古典时代藏品，共有超过10万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这些文物大多发轫于古希腊青铜时代到确立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之间的一段时期。其中的希腊相关文物展示了几乎整个古希腊世界的文化和发展，从希腊大陆、爱琴海群岛、地中海东部的小亚细亚和埃及的部分地区，一直到包括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内的大希腊西部地区，主要包括基克拉泽斯文明、麦诺斯文明和麦西尼文明。而在古罗马方面，希腊和罗马馆则收藏了除了不列颠群岛以外相当全面的罗马帝国相关文物及史料。人物雕像主要集中在地面层的21到23号展厅。如果想让频道黄标，我是说，如果想欣赏古典时期的优美雕塑的话，就千万不能错过这几个展厅哦。不久后，我们便来到了非洲、大洋洲和美洲馆。走下楼梯，便可以看到地下2楼的唯一一个展厅，25号非洲展厅。但相较其他展馆而言较小的空间，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把总计超过20万的非洲展品全部展示出来。但我们在这个空间也体会到了非洲那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更是同时展示了这片大陆从古至今的不同文物和作品。对于看腻雕像和欧洲古物的参观者而言，这会是一个相当推荐的展区哦。回到楼上，一尊巨大的摩艾石像正凝视着你。是的，这里就是地面层第26、27展厅的美洲和大洋洲展区。大洋洲的展品来自广阔的太平洋，包含巴布亚纽几内亚、复活节岛、纽西兰和夏威夷等地。美洲的文物则包括19至20世纪搜刮而来的原住民相关物品。参观者可以借此窥探美洲原住民的生活、文化以及历史。对阿兹特克和玛雅等古文明有兴趣的人，千万不能错过。
穿过东侧楼梯后，我们来到了大英博物馆的1号展厅——启蒙时代画廊。启蒙运动是指一场在17和18世纪于欧洲发生的哲学及文化运动。人类历史从此展开在思潮、知识及媒体上的启蒙，开启所谓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这个展厅展示了许多在这个时代被创造的艺术品和文献。对于想深究欧洲历史的观众而言，这是一个来大英博物馆最不容错过的展厅之一哦。沿着楼梯上到1楼，我们抵达了亚洲馆。映入眼帘的是第33、33A 和33B 展厅，这里展示了中国和南亚的历史进程以及对应的文物。先从33B 开始，这里详细的介绍了中华文化中相当重要的玉器，种类可说相当繁多。接着我们进入了33号展厅，在中国方面，大英博物馆收藏了最早从夏商周时代开始至今的古物乃至现代艺术创作，其中大多数文物集中在元明清等朝代。在南亚方面，则主要展示了印度的发展历程，其中的33A 展厅更是收藏了不少印度阿玛拉瓦蒂神庙当中的雕塑，可说是大英博物馆的必来区域之一。继续往上走，出现在眼前的是2楼的第67和95号展厅，分别为韩国历史展厅和中国瓷器收藏。这2个展场都相对较小，韩国展厅利用不同时代的文物展示这个文化以及民族的历史演变，而中国瓷器收藏则收集了琳琅满目的华丽瓷器。若是再往上爬几层，我们便来到了整座博物馆的最顶层，5楼的92到94号日本展厅。这几个展厅收藏了日本从早期一直到现代的器具、绘画、版画以及装置艺术等文物及创作，且这个画廊是由30集团冠名的 The Mitsubishi Corporation Galleries。 其实整个大英博物馆的许多展厅都是以人物、基金会或集团命名的哦，但碍于篇幅，这个部分就只能留给各位观众自行发掘了。最后，我们即将来到大英博物馆之旅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不列颠、欧洲和史前时期馆，包括了前面提到的地面层的1号厅，以及2A 号厅，还有3楼的39到41和46到51号厅。此馆陈列的藏品见证了广阔且悠久的人类历史。这些藏品包含了不同地区史前时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和欧洲许多重要的历史遗迹的文物等。这些陈列的物品展示了东起黑海、西至西班牙、北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望北非的广阔区域的历史和文明。本区域也绝对是相当推荐的场馆。其实，大英博物馆绝对还有更多的文物和艺术创作值得发掘。但即使我们选择在延长营业的星期五前来参观，依旧没能进入每个展厅。即使是这样，大多数时间也只能走马看花，没法细细品味这些展品所隐含的文化和历史。因此，如果是想要慢慢体会大英博物馆的每个展厅，可能会建议安排个至少3天以上，在这座海盗我是说藏品量惊人的大英博物馆哦。所以我们现在在 Covent Garden 这边的这个楼梯193阶，快死了 ！What the heck? What the heck? 好，现在呢，我们已经去完了大英博物馆，也吃完晚餐了。那晚餐我们吃的是这个伦敦当地非常知名的一家炸鱼薯条。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去看美食调查局的英国篇。那现在时间呢，已经到晚上的8点多，我们就要前往英国这边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The Shard， 就是碎片塔。那它同时也是全英国最高的一栋建筑，应该有300多公尺高。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座成为伦敦天际线最高点的北沙尔巴。那我们是订了晚上8点半的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打算来看这个，原本是打算看夜景，但后来查一下日落时间呢，发现应该是来看夕阳的。好，那我们就准备上去。啊，我的票嘞！对，我现在真的很想跟你说。那今天呢，我们去参观了这个大英博物馆哦。那必须得说，虽然非常的累，但是我们真的参观到了非常多这个被偷来吧，我是说有故事啊，然后有非常多这个有历史的一些文物跟一些艺术品。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晚安。大家早安！那我们现在是在伦敦的街头，我们准备步行前往 Southwark Station， 就是这个南华客站哦。那我们晚一点就搭1站就好，就要抵达这个伦敦最著名景点之一西敏寺跟大笨钟。虽然大笨钟好像还在修，但是我们就去看看吧。Go！好的，那现在在我后方的就是这个英国伦敦最著名的地标大笨钟。那这个从小在教科书上看到大的东西，终于出现在眼前，真的是有点感动的感觉哦。那在这个大笨钟旁边呢，就是西敏宫。那我们现在就要前往在它后方的西敏寺，来一探究竟这个伦敦著名地标的秘辛吧。好的，那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西敏寺里面。那由于这个西敏寺里面他们规定是不能录影的，只能拍照，所以呢，就请容我，用这个介绍的方式，以及配上一些我们搭配的照片，来为大家解说吧。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是一座位于伦敦市中心西敏市区的大型哥德式建筑风格的教堂，一直是英国君主安葬或加冕登基的地点。而它在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敏寺最早是于西元960年建成，后来分别在1065年、13世纪、1516年和1745年进行了改建与扩建。现在的西敏寺不受任何教区和主教管辖，而是直接由英国皇室管理。现今，教堂和回廊内共有约3300人长眠于此，这其中包括了英国的贵族、诗人、将军、政治家、科学家等等，著名的有克莱曼·艾德里、韩德尔、查尔斯·达尔文、查尔斯·狄更斯、艾萨克·牛顿和史蒂芬·霍金等。除此之外，也有许多纪念碑。西敏寺最开始是于西元960年以圣爱德华教堂作为正式名称所被建造的，直到13世纪中叶，当时的国王亨利3世决定将这座教堂重建成一座哥德式建筑。接着，在1516年，亨利7世夫人礼拜堂完工。它拥有壮观的扇形拱顶屋顶，墙壁周围也挂满了当前大十字骑士团的旗帜。2个世纪后，西敏寺的西部塔楼于1745年竣工，这也是西敏寺最后一次大改动。如果想要线上参观西敏寺的每个房间和角落，欢迎点击说明栏的连结，前往西敏寺的官方网站体验哦。现在时间我们是在伦敦的不知道哪一座桥上。那我们刚刚呢已经离开了这个西敏寺，然后呢也在大笨钟这边拍了不少照片。那现在我们就要往这个伦敦眼前进，但在这之前，先让我们吃个午餐。